相距2000多公里。沙巴军事结盟后，中东版北约雏形横空出世。当地时间9月17日，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政府在沙特首都利雅得正式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根据协议，第三方针对两国任何一国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通俗来讲，就是未来若有势力胆敢对沙特发动攻击，巴基斯坦将是做对自身领土的侵犯，予以坚决回击，反之沙特亦会如此。这一协议立即在国际上引起震动，其影响被认为可能超越整个中东。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两国为何此时签署防务协议？有分析指出，两国签署协议的时机较为微妙。日前在美国默许下，以色列袭击在卡塔尔的哈马斯目标，引发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一致谴责，部分中东地区国家也因此开始重新审视美国这个安全伙伴。而网络上普遍认为，这是沙特在彻底对美国与以色列失去信心后，选择拥有核武器的巴基斯坦作为其安全后盾。表面观察，此判断似乎合理，但正如沙特官员所言，这一决策并非仓促之举，而是萨勒曼王储长期筹谋的结果。沙特曾是美国在中东的坚定盟友，双方合作紧密，沙特稳固石油美元体系，确保其全球货币地位，美国则提供尖端武器，保障沙特安全。然而，这一联盟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历史脉络。早年阿拉伯国家的后盾并非美国，而是苏联。苏伊士前几苏联给予阿拉伯世界大量援助，多次挫败美国介入中东的企图。第4次中东战争时，阿拉伯国家甚至通过石油禁运，引发美西方经济动荡。彼时，美国在中东的盟友仅有以色列。那么后来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沙特，为何会转而与美国结盟？转折点在于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苏阿冲突的具体经过暂且不论，但其影响深远，令阿拉伯国家深感震惊。沙特国王随即召见美国特使，表达合作意愿。据史料记载，沙特国王向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坦言，若苏联能入侵阿富汗，沙特又何以自保？我们不安军事，但擅长经济支持。随后，基辛格在中东展开密集外交，最终确立了石油美元体系，以及美国与中东国家的盟友框架。现在已经过了40余载，以色列对卡塔尔的轰炸是否会让沙特王室重温旧梦，心生忧虑。诚然，巴基斯坦虽拥有核武，但其综合国力与以色列尚存差距，更遑论与美国抗衡。但值得庆幸的是，巴基斯坦背后站着一个更为强大的国家，这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出超越美国的稳定性与可靠性，为巴基斯坦提供了坚实的后盾。沙特与巴基斯坦的结盟，不仅是对当前国际局势的回应，更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汲取与未来安全的深远布局。2. 沙巴军事结盟后会影响与美印的关系吗？舆论普遍认为，沙特与巴基斯坦签署的共同防御协议将对地区乃至全球的政治格局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首先，这一协议或将重塑地区的安全格局。此前，沙特曾试图与美国达成类似的共同防御协议，但美国方面提出将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作为协议的前提条件。然而，在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这一谈判便陷入了停滞。分析人士指出，海湾国家虽然仍是美国为重要的防务伙伴，但他们也在积极寻求防务关系的多元化。沙特与巴基斯坦的协议正是这一趋势的明显体现。未来不排除有更多海湾国家与巴基斯坦建立类似的防务合作关系，这将进一步削弱美国在该地区安全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其次，该协议也将对海湾国家与印度的关系产生影响。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紧张关系由来已久，双方曾多次爆发冲突。沙特在印巴之间一直保持着微妙的外交平衡，同时它也是印度的重要石油供应国。沙特高级官员表示，他们并不希望因为与巴基斯坦的协议而改变与印度的关系，并强调与印度的关系将更加稳固。而分析人士认为，印度对该协议可能会持谨慎态度，甚至产生敏感反应。印度将如何应对这份防御协议，以及沙特如何在印巴之间维持平衡，都是值得进一步观察的问题。伊朗的3处核设施被美国精准轰炸，后果究竟有多严重？美国终于采取了行动，向伊朗投掷了威力强大的掩体炸弹，并发射了战斧导弹。在2025年6月21号的全国演讲中，美国发出强烈警告，若伊朗不识时务、不思和平，其重要的核设施将遭受毁灭性打击。
如若伊朗无法实现和平，美方将毫不犹豫地攻击更多目标。然而，这场猛烈的轰炸或许并不能如美方所愿，也未必能迫使伊朗屈服，反而可能引爆中东地区的新一轮动荡。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美国下场打击伊朗。美军空袭前夕，以色列与伊朗的战火已燃烧数日，战场上尸横遍野，惨烈景象令人痛心。以色列方面高举核威慑的大旗，声称伊朗发展核武器对地区和平构成严重威胁。没想到伊朗方面坚决不退让，坚持其核计划仅用于和平目的。当美国突然发动攻击时，连美国保卫民主基金会的专家也察觉到，这背后隐藏着更深层的策略。特朗普的言辞似乎为德黑兰留下了一线希望，意图通过炮火迫使伊朗走向谈判桌。如今伊朗已经看清和谈的实质，他们深知妥协的结果只能是国家逐步走向灭亡。此次美军的空袭正好触碰到伊朗的底线，进一步激发了伊朗人民的反抗决心。伊朗既不会坐以待毙，也不会让美军轻易撤退。这场战争将被拖入漫长的持久战中，而伊朗手中握有王牌，随时准备出击。此前，胡塞武装已明确表示，若美国对伊朗发动攻击，他们将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红海上的美国舰船将面临巨大的安全风险。中东这片土地早已充满了火星和引线，一旦伊朗决定破釜沉舟，霍尔木兹海峡恐怕将陷入一片火海。届时，美国在中东的所有利益，从使馆到军港再到基地，都将被卷入这场全民的怒火之中。此外，美国在轰炸后发出警告，若伊朗不停止战争，将面临更大的打击。面对这样的威胁，伊朗能否忍气吞声地接受？若伊朗决定报复，他们拥有多种策略，尤其是针对那些驻扎在伊拉克、叙利亚的美军基地，他们将成为伊朗的明确目标。美国的行动不仅破坏了和平解决冲突的谈判进程，还让全球能源市场陷入动荡。伊朗核设施遭袭可能会引发核泄漏和扩散危机，同时对原油供应链造成严重干扰。中东的油路本就脆弱，如今的一场风波引发了千层浪，市场情绪急剧热化。这一切都预示着中东地区的未来将充满更多的不确定性和挑战。2. 美国打击伊朗3处核设施会产生哪些后果？德黑兰核研究中心、帕尔钦军事基地、伯纳波核能源研究中心、阿拉克重水反应堆、福尔多铀浓缩厂、纳坦兹核设施、伊斯法罕核中心、阿巴斯油矿以及布什尔核电站是伊朗目前主要的核设施。6月21号下午，美国通过社交媒体发帖称，我们成功打击了福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3处伊朗核设施，所有战机均安全撤离伊朗领空。美国的目标是摧毁伊朗核能力。以色列近期袭击的主要目标也正是福尔多铀浓缩厂、纳坦兹核设施和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这3座被认为是伊朗最关键的核设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在对福尔道核设施的袭击中投下6枚钻地弹，向其他核设施发射了30枚战斧导弹。在得知美国对伊朗核设施发动袭击后，伊朗国家电视的一位负责人在直播中透露，伊朗已提前对3个关键核设施进行了人员疏散和材料转移，预计美方行动并未造成严重破坏。首先，在地区安全方面，这一行动导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急剧升级，可能引发军事对抗的进一步扩大。伊朗可能会采取报复措施，针对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或以色列进行打击。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面临封锁威胁，冲击依赖石油出口的中东国家。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后，也会影响全球原油供应，导致国际油价飙升，影响全球经济，尤其是依赖石油进口的国家。其次，福尔多铀浓缩厂在地下90米处储存着剧毒的6氟化铀，一旦与水接触便会生成氟化氢，会导致方圆数百公里成为无人区，农业渔业遭受持续性破坏。纳坦兹铀浓缩设施曾遭受以色列的空袭，导致大量离心机受损，有报告指出存在局部放射性污染，此次攻击可能加剧泄漏风险。此外，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的铀转化设施也遭破坏，虽然尚未发生放射性泄漏，但6氟化铀加工环节的损毁仍具有潜在的毒性危害。距菲律宾仅80公里，彭博暗沙被强占数十年，中国借台风巧妙收回。彭博暗沙位于南沙群岛之中，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的固有领土。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及丰富的自然资源，它成为了各方争夺的焦点。在一场台风肆虐之际，越南趁着我国撤退，悄悄占领了这里。
而我国并未采取武力强攻，而是以静制动，耐心等待。最终，我们以同样的方式成功地收回了这一岛礁，这充分展现了中国在南海维护主权的坚定态度。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一、彭博暗沙的地理位置。彭博暗沙位于仙宾礁东南方约50公里处，在仁爱礁的东面，紧靠南沙海槽，是南沙群岛东北部的一个重要岛礁。它与菲律宾巴拉望岛相距仅80公里。尽管名为暗沙，但该地区并非完全淹没于水下。在低潮时，部分礁石会露出水面，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椭圆形环礁。环礁南北长约 2.4 公里，东西宽约 1.5 公里，总面积虽然不大，但中间却有一个大型西湖。西湖面积可达 1.3 平方公里，水深在29米至36米之间，沙质铺底，形成了一个封闭性的浅湖，无礁门通往外部海域。环礁周围的地势较高，特别是在东南端，有一处名为马祖岩的礁石，退潮时能高出水面 0.6 米，也被称为以心石。二、彭博暗沙巧妙的回归历程。在很早之前，我国就已经将彭博暗沙划归进了版图之中，并且在1935年的时候将该岛命名为棒底礁。等到了1947年，这一岛礁的名称又被改为彭博暗沙。该岛礁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一直都被我国的台湾所控制，因为岛上的环境相对较为恶劣，经常会受到大风大浪的侵扰，所以台湾对这座岛礁的实控力度也没有那么强。到了1974年，因为遭受到了超强台风的侵袭，驻扎在这座岛屿上的台湾官兵只能撤到太平岛上躲避这场灾难。没想到远在800千里之外的越南抓住了这次机会，将彭博暗礁占为己有，在岛礁上筑起了高脚屋，并驻扎了士兵，另外还进行了渔业和石油勘探活动，一时间僵持不下，彭博暗沙的收回变得困难。彭博暗沙在经历了近40年非法侵占之后，回归祖国怀抱的一大转机悄然而至。万万没想到，在2011年的时候，新的一场强台风在南海肆虐，并且席卷到了彭博暗沙之上。越南在彭博暗沙上的哨所和船只防护措施不足，受到了台风的影响，基本上都被冲毁，所以越南只能选择暂时离开此礁躲避。这一撤离行动为我国提供了一个夺回彭博暗沙的机会。我国的海军和渔民组成了联合舰队，并且迅速行动，将大量的建筑材料运至彭博暗沙，加固哨所等基础设施后，驻扎了海军和渔民，还重新竖起了我国的国旗，将彭博暗沙的控制权牢牢地掌握在手中。后期等越南反应过来，也无法将该岛礁再次抢走。三、彭博暗沙的战略价值。我国为何不遗余力地争取夺回彭博暗沙？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是我们的领土，更因为其蕴藏的巨大价值。首先是军事战略的重要性。彭博暗沙作为南海的一部分，是一个重要的战略点。彭博暗沙位于南沙群岛东北端，紧邻巴拉望水道，距离巴拉巴克海峡仅约200公里之遥，并与南华水道相邻，是南海通往太平洋的关键航道节点。巴拉巴克海峡位于马来西亚沙巴州与菲律宾巴拉望岛之间，是美国第一岛链上的重要战略位置。近年来，美国曾尝试在附近增设军事设施，加强对南海航道的监控，从而遏制我国从南海进出太平洋。彭博暗沙处于我国第一岛链监控的重要位置，强化对它的控制可与永暑岛、美济岛等人工岛形成稳固的战略配合。此外，仁爱礁和仙宾礁恰巧位于彭博暗沙与美济岛的连线之中，通过建设彭博暗沙，我们不仅可以加强对这两座岛礁的战略影响力，还能向东延伸战略范围，进一步扩大至美国关岛等区域。所以彭博暗沙是我国非常重要的前哨站，拥有它就可以更好地保护我国南海海域，甚至可以延伸东南沿海区域。其次就是资源上的经济价值。南海海域如今已经发现了大量的可用资源，目前虽尚不明确彭博暗沙周边资源的具体数量，但据推测该地区蕴藏的资源应该相当丰富。另外，彭博暗沙在南海海域上也属于一处交通要道，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而且彭博暗沙的填海造陆潜力巨大，成功后将变成重要的海上补给和中转站，
对相关海域经济利益具有间接保障作用。通过收回和控制彭博暗沙，我国不仅保障了海洋资源，还积累了宝贵的岛礁管理经验，为未来更多岛礁的收回提供了重要参考。未来5年，中国将再造一个长三角，究竟是一个什么水平？在7月9日的首场“十四五”规划系列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领导透露，过去5年，我国经济总量有望突破35万亿元大关，相当于再造一个长三角经济区的规模。这组数据不仅直观且可观，它见证了5年来社会经济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长三角与珠三角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全域，其面积约 35.8 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达 2.38 亿，约占全国人口的 16.9%。长三角地处中国东部沿海，海陆空交通便利，是中国与全球联系的重要窗口。另外，长三角是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不仅拥有完整的产业链和强大的产业配套能力，还拥有众多科研机构和高科技企业，以及大量高技能人才和先进的科研设施。2024年，长三角地区生产总值 33.17 万亿元，增长 5.5%。珠三角经济圈是广东经济发展主引擎，其总面积 5.54 万平方公里，集聚了国内经济第一大省 53.35% 的人口， 79.67% 的经济总量。2023年珠三角9市 GDP 合计达 11.02 万亿元。从增速看，深圳、东莞、惠州等市 GDP 增速跑赢全省平均。深圳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2%， 进出口 2.2 万亿元居全国首位。东莞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9.9%， 惠州电子行业增加值增长 12.4%， 电子信息产业成为核心动力。2. 我国5年间经济增量的实力。中国在“十四五”期间的经济总量更是连跨3大台阶，从之前的110万亿跃升至现在的140万亿元，5年间的增量将超过35万亿，接近 4.9 万亿美元。这一数据相当于我国3大经济强省广东、江苏、山东在2024年的 GDP 总和，甚至是超过了世界第3大经济体德国的经济总量。广东省位于我国大陆的最南端，该市的总面积 17.98 万平方公里。因南侧面向广阔的南海海域，所以有长达 4084.48 公里的大陆海岸线。该省自古便是我国内地通往海外的重要枢纽，是中国链接世界的交通门户，属于我国对外开放最前沿。自1989年起，广东的生产总值连续位居全国第1位。2024年地区生产总值 14.16 万亿元，占全国经济总量的 10.5%。省内拥有完善的产业体系，以制造业为主导，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迅速崛起。江苏省地处中国东部沿海，面积 10.72 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8526万。江苏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省份之一，产业结构多元化，在制造业、纺织业、医药制造业等领域具有显著的产业特色和优势，工业、服务业等领域发展迅速。2024年地区生产总值达 13.7 万亿元，增长 5.8%。山东省位于中国东部沿海，陆域面积 15.58 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1.008 亿，因拥有41个工业种类，使其成为全国工业种类最齐全的省份之一。山东省的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突破1100亿斤，也是全国首个农业总产值过1万亿元的省份。2024年，山东省地区生产总值为 9.86 万亿元，距离10万亿仅一步之遥，经济总量继续保持在全国第3。德国位于欧洲中西部，国土面积约 35.8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8470万。它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在汽车、机械制造等产业上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它的经济总量不仅在欧洲排第1，还是全球第3大经济体。2024年的 GDP 达 4.46 万亿美元。3. 中国迎来最好的时代。在“十四五”期间，我国平均每天创造经济价值192亿元，对全球增长贡献率稳居 30%。去年1年的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规模，相比“十三五”末期增长接近 50%， 增加额高达 1.2 万亿元。这表明我们在科技领域的实力正在稳步提升。在“十四五”期间，我们新增了114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目前总数已达125个，极大地便利了民众的就医需求。我国高铁运营里程在持续增加，
目前已超过其他国家总和的2倍，让人们的出行更加便捷高效。同时，我国在制造业领域也取得了重要突破。我们取消了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的清零，进一步缩减了外资准入负面清单限制措施至仅29项，民营企业数量也大幅增加至超过5800万户，比“十三五”末增长超过40%。绿色发展已成为我国的重要底色，5年间单位 GDP 能耗下降了 11.6%， 累计减碳量相当于欧盟年排放量的1半。此外，新能源装机首次超过煤电装机，森林覆盖率突破了 25%。十四五期间，中国以102项重大工程为支点，撬动了历史性的跨越，经济增量再造一个长三角。假如印度东北6邦独立，最有可能分成几个国家，结合地图了解一下。众所周知，印度东北部6邦的分离势力非常活跃，同时也是印度掌控力度最低的区域。该区域动不动就来一次大骚乱，一度成为印度政府的最大心病。那么，东北6邦独立后会分裂成几个国家呢？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印度领土的基本情况。印度位于南亚地区，与我国的西南部紧密相连。作为南亚的重要国家，其领土面积辽阔，达到了298万平方公里，人口众多，总数高达 14.1 亿，目前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虽然印度的领土面积不及我国的1/3，但其领地地形相对平坦，使得养活如此庞大的人口并不显得吃力。印度的周边邻国众多，除了与中国接壤外，还与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不丹以及缅甸等国家为邻。其领土形状独特，如同一颗落入印度洋的三角形，虽然总领地面积不算太大，但其海岸线却十分漫长。这得益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印度两面环水，具有得天独厚的海洋优势，为印度的对外贸易发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特别是在进口中东石油或与欧洲进行贸易往来时，印度并不像亚洲东部的国家那样严重依赖马六甲海峡，反而可以凭借自身地理位置上的优势赚取一定的过路费。印度的地形主要分为平原、山地和高原3种，中部和沿海地区以平原为主，占据了总面积的 40%， 剩下的地域中约有 25% 是山地，而 35% 则是高原。令人注意的是，这些高原的海拔普遍不高，大部分都没有超过1000米，而山地的分布主要集中于北部的喜马拉雅山脉一带。印度的地形以低矮平缓为主，这不仅使得交通更加便利，还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印度境内的平原众多，地处热带地区，属于热带季风气候，非常适合种植业的开展。印度的绝大部分土地都适合农业种植，且农作物可以实现4季生长。就农业生产资源而言，印度在全球范围内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资源方面，印度同样具有巨大的优势。印度的资源储量丰富，种类繁多，拥有高达100多种矿藏，其中云母的产量位居全球首位，煤和重晶石的产量也位居全球前列。此外，印度的黄金、油气等资源储量也极为丰富。但是，就算印度拥有如此广袤的领土资源，因为历史原因导致的领土危机依然存在，比如其东北部的6邦。2. 混乱的印度东北6邦。东北6邦的总面积约为1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近5个台湾省的大小，总人口达4000万。他们仅通过狭长的西里古里走廊与印度的主体部分相连。阿萨姆邦位于最北端，它原本是个独立王国，英国殖民印度时强行占领。印度独立后，阿萨姆邦欲寻求独立，但遭到了印方的严厉遏制。其人口达到了3300万，面积 7.84 万平方公里。阿萨姆邦的东部、北部和南部为山地丘陵，而中部则是河谷平原。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 35%， 是印度最大的茶叶产地。此外，阿萨姆邦还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如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纳加兰邦则是于1936年从阿萨姆邦分离出来，面积约 1.6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20万，由16个主要民族组成。曼尼普尔邦在1947年被英国占领，并于1949年归入印度，而他们的语言系统也属于汉藏语系，文化习俗上也偏向中缅泰一带，与印度本土民族文化格格不入。这也导致曼尼普尔邦对印度的文化认同感不强。另外，曼尼普尔邦虽然不与我国直接接壤，但却号称是印度小中国。其地形以山地为主，森林覆盖率超过 60%。特里普拉邦则是孟加拉族人的主要聚居地，
面积 1.04 万平方公里，人口367万。这里的丝织业和茶叶产业颇为发达。米佐拉姆邦则位于丘陵地带，气候宜人，人口约90万。梅加拉亚邦西部与南部紧邻孟加拉国，面积约 2.2 万平方公里，因坐落在高原之上，被称为是印度的苏格兰。有部分分析认为，印度东北6邦独立初期可能会分为2个部分，如东北部5个邦可能会联合独立成为南亚联邦，之后以孟加拉人为主的特里普拉邦可能独立为东孟加拉共和国，甚至可能与孟加拉国合并。也有观点提到，东北6邦独立后可能作为一个整体的联盟而存在，但未明确进一步分裂的具体数量。需注意的是，这些均为基于印度内部矛盾的推测性分析，实际分裂情况受政治、经济、外部干预等多重因素影响，目前并无确切结论。重新审视陕西省会，为何说迁往汉中会是明智的选择？陕西省是推动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省份，其省会西安市是一座承载了多朝古都的城市，已经面临着人口膨胀、资源枯竭、交通拥挤等困境，而且西部大开发战略已启动20余载，陕西省的地理优势尚未完全展现其潜力。当我们再次审视其省会城市，发现汉中市在区域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发展潜力。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陕西省的经济发展。陕西位于我国内陆深处，其北部紧邻内蒙古，南部与四川、重庆及湖北等省份相接，东临山西、河南，西接宁夏与甘肃。其总面积达 20.56 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为3953万。该省地理分布独特，北部的黄土高原占全省土地面积的 40%， 中部是肥沃的关中平原，为陕西的重要农业区，南部则是壮观的秦巴山地，秦岭山脉贯穿其中。陕西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它连接着东部的山河4省与西部的内陆地区，同时向南延伸至川渝，形成了城东气息，连接南北的独特区位优势。这使得陕西成为全国交通的重要枢纽。同时，作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核心区域，陕西在内陆沟通亚欧大陆桥、承接东部乃至全球产业转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此外，陕西资源丰富，蕴藏着大量的石油、天然气、煤炭、铁、铜等矿产，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的储量，在全国分别位居第3和第4。丰富的资源为陕西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撑。从经济角度看，陕西的工业基础深厚，尤其在能源化工、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领域有着显著成就。此外，航空航天和军工产业也具有强大的实力。同时，陕西的科教资源丰富，为经济社会的进步提供了人才和技术的支持。2024年的 GDP 达 3.55 万亿元。2. 陕西省的省会西安。西安市作为中华文明的摇篮之一，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与文化。它不仅是我国西部的重要中心城市，更是首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该市坐落于关中盆地中部，渭河流域之中，北接壮观的渭河与黄土高原，南连秀美的秦岭山脉。城市东西绵延约204公里，南北宽约116公里，总面积达 1.01 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有 1316.76 万。西安的地貌独具特色，涵盖了平原、黄土台原、丘陵和山地等多种形态。其境内海拔变化显著，从南部的秦岭高峰到北部的河床低地落差极大。其中，太白山作为秦岭西南端的最高峰，海拔高达3867米，是中部大陆的制高点。而渭河平原东北端的河床最低处海拔仅约345米。另外，西安的矿产资源颇为丰富，金属矿藏多达21种。非金属矿藏也达22种之多。该市的支柱产业以高新技术为主导，包括电子信息、汽车制造、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以及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而且食品和生物医药产业也发展迅速。在2024年，西安实现了高达 1.33 万亿元的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了 4.6%。3. 汉中市的区位优势发展。汉中市地处中国地理版图的中心位置，是连接中西部地区的战略通道，其面积为 2.71 万平方公里，户籍总人口为 378.98 万。该市在地势上呈现出南北高、中间低，地形主要以山地、丘陵、平坝地形为主。
汉中是国家规划的重要交通枢纽城市之一，形成了以公路、铁路、航空等组成的综合立体交通网。京昆高速、阳安铁路、西成高铁等都横穿汉中，汉中城固机场也已开通多条国内航线。这种交通优势使汉中与西安、成都、重庆等大城市联系紧密。另外，汉中市是陕西3个区域中心城市之一，北连西安都市圈，南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西出丝绸之路经济带，东连长江经济带。这种独特的区位使汉中成为连接不同经济区域的重要节点，有助于承接产业转移和促进区域经济合作。而且汉中是汉族族民的得名地，拥有深厚的汉文化底蕴，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里有众多历史文化遗迹，如古汉台、拜将坛、武侯祠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为旅游业发展提供了独特优势。汉中还曾是3线建设重点城市，拥有34个工业门类，正在打造多个千亿级产业集群，产业基础坚实，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支撑。目前装备制造、现代材料、绿色食药为该市的3大支柱产业。2023年的 GDP 为1894.9亿元，